50岁，他第一次坐上游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年都花1/3甚至1半的时间都在游轮上。他不羡慕天天上班的李嘉诚，却佩服那位在游轮上终老的英国老太太。他住过很多全世界顶级的酒店，他是个有钱人吧？当然，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自己说，他不过是一位普通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有幸在老人晚年的时候，由他的读者成为朋友。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位非常尊敬的山水之音古镇黄木先生。我始终认为支撑他这种让绝大多数人倾羡的生活是有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首先呢，他外语不错，他到任何地方去是可以无障碍的交流。其次，他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在做旅行功课方面的能力很强。虽然年长了我半个世纪，我时常觉得自愧不如。再有他身体很棒，80几岁高龄的时候在欧洲玩，不喜欢参加岸上游，全程都靠自己走路。他是金庸先生同一时代的人，金庸先生呢也曾盛赞这位老人。他一生呢写过很多书像红酒、古董、钢笔、芭蕾、音乐、摄影、电影、投资，方方面面的著作。前半生收藏身外物，后半生收藏生命体验。他会为看一场芭蕾舞去圣彼得堡，踩着鹅毛大雪，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黄先生一生无妻无子，了无牵挂。在他的身上，你能切切实实看到一种不太一样的人生选择和活法。2021年的1月，黄先生在北京仙逝了。因为那个特别的阶段，终未能实现在游轮上离开的愿望。有一家游轮公司他总是会在开船离港的时候播放一首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黄先生离开之后，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我都不太有勇气去听那首歌。总会想起那位老人仿佛坐在我的面前，跟我谈天说地，聊着他的那些旅行趣事。来过，玩过，享受过，相信老人在彼岸也会有游轮城，有美酒品，有芭蕾赏，更有人同行。